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教大家一个强壮我们的心脏，完全打开手臂上面经络气血的一个好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实用，而且非常的简单。像如果你感觉经常这个手上发凉，手上没有力气，摸一摸自己的这个大臂的这个外侧感觉里面有一些小疙瘩、小筋结的，都适合去做这个动作。而且做完以后你能体验到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感觉这个心脏仿佛真的被强壮了然后泵血能力变强了，气血推着往我们手心上面去涌，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呢？如果你跟我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记得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转发和收藏下来。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动作。这个动作叫做空撞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手你看这样交扣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整个这个掌腕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鱼际和小鱼际相连的这个地方给它撞击其实做起来是这样的看看大家听这个声音那么我们做的时候，你会感觉你能这个手臂上面是有一种震荡力往回去传，同时做完以后哪怕你就做了5、6下，你能感觉这个气血被推着往前走。好，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那刚才大家都看到这个动作，我们正常做的时候是手臂往前伸不是这样手臂往前伸，这样只是给大家演示。往前伸以后呢，大家看手臂你看一扣，然后呢，让2个我们手腕这里撞击在一起，看1、2、3、4，大家听这个声音大家可以看我手臂抖动的一个幅度大家看我手臂抖动的幅度大家能感觉出来你自己去做，你会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做几下，这个手上面就开始酥酥麻麻的，然后气血往前涌，手掌上面发热，有的朋友额头和后背还会出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作真的非常的锻炼人我们做的时候记住了，这个手臂尽可能的往前伸直，并且让它我们整个大臂和地面保持平行，就这样伸起来你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把这些细节掌握好，手交扣在一起，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大家再讲一遍我们撞的时候是这样的这样撞你看1、2、3、4、5、6、7、8、9、10看一下做的时候注意这个手不要弯而同时呢手呢是绷着一股劲做的时候你看手绷着一股劲去做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简单不代表它不好用，这是我在视频里面反复给大家强调的。有些动作它就是既简单又好用，我相信大家掌握了这个动作以后，就通过每天的练习就能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这个动作应该是我全网首发出来的，你们之前应该是没有学过这个动作的，所以呢，看完以后记得不要吝啬手中的赞给视频点个赞，并且把这个好的动作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因为在这里会分享真正的养生小知识，让你自己受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道家气功气养专栏，教你用气调理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常见小问题。咱们今天讲一个非常神奇的，就是用气去打开我们腿部上面的经络。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局部的一个气血循环被打开，脚底热乎乎的，腿脚变得特别的轻松。那么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咱们如果没有看过第1期的内容，就是咱们专栏第1期的内容，教你如何引导气的，一定要先从第1期开始看。那么看完第1期有了这个气感以后，咱们再来做这一期视频的一个实操。好了，现在咱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的原理。首先我们说这个气它其实是什么呢？它其实更多的是在某一个地方局部做一个经络上面的引导，加快一个地方的一个血液循环，从而打开我们的一个气血通道。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其实也是一样，通过我们前面几期的一个视频，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感觉到这个气的神奇之处。好了，话也不多说，咱们这个动作现在马上来教大家。首先咱们动作的第1步就是先把气感给它释放出来依然是我们双手的劳宫相对，然后呢向外向内的反复多拉几次，直至你的气感出现。
这一步我相信一些老的同学啊，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有了气感以后呢，证明你的手啊现在有一个往外放气的一个能力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腿啊这样敲起来，用我们的一个外侧的足踝抵在我们的膝盖上方，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呢，一手的劳弓对着咱们脚底中间的一个涌泉，这样对上去啊，一定要对准了，你千万别对啊，没对准，对着我们的脚底板了不行，一定要把劳弓，你看稳稳的对上去。对上去以后，你会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啊，就是这里啊，它是严丝合缝的啊，就是卡在上面啊，这种感觉啊，即便你不用力，也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好了，另外一只手呢，我们放在哪呢？我们把我们的劳弓对在我们的膝盖啊这里啊，就是髌骨下方。你去看这里有个小骨头，下面是一道缝啊，这个缝里面是软软的。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劳弓穴啊对上去，好，就把这个姿势啊给它摆好。摆好了以后呢，接下来你就不用去做了，你去想象一个循环，是什么循环呢？就是从我的右边把气啊走到我的左手。再从后方小腿后方把这个气啊移下来，脑中要有一个意念。好，我们来吸，每吸吐一次，你的手上啊这个意念就跟着走一次。来吸，吸的时候，你看我的手啊，这个意念就是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吐，回，好，再来吸，吐。我做3个呼吸啊，再来一次吸，大家看，吐。这个时候，如果你再跟着我去做，你会发现有一种麻麻的感觉，从脚底啊往上去走，然后再顺着我们的小腿下来。其实做3次啊就可以了。这个动作啊，对你管不管用啊，就靠3次啊。3次做完以后，你下地把你的脚啊活动一下。你会发现，即便你什么都没做，这个左腿，我做的是左腿啊，就明显的比右腿啊要轻松很多。而且呢，如果我们能坚持啊10个呼吸，就按照这个姿势啊，我们坚持10个呼吸，你会发现逐渐的从脚底啊开始发热，然后你循经的这个路线上面呢，也会有一阵一阵的热感。这些都是我们通过气啊去促进我们局部循环的一个帮助啊。就这样，我们左腿做完以后，右腿也一样的啊，把右腿翘起来。翘起来以后呢，把这个手啊位置，你看一定要对好，位置对好，对好位置以后来吸，吐，一样的，你的意念跟着去走，吸，吐。就这样啊，也一样的啊，我们去做上一个10个呼吸为主啊，做完以后感受一下小腿上面的感觉。如果你第一次做啊，感觉这个小腿上没有这种热乎乎的感觉，没有关系啊，你只需要往后啊再进行多练几次，逐渐的你会感觉这个热感是越来越强烈。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方法，经常做一做，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固肾气，提高腿部的一个气血循环，并且打开我们脚底上面的一个经络开关，从而调节我们的身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方法，现在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道家气功气养，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天气热了，有很多粉丝私信我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自己呢和家里面的老人啊同住在一起，那么老人身上总是会散发出一股味道。这种味道啊，就是浊味，就闻着以后啊，非常的难闻。他感觉啊，这种味道会快把他已经逼走了，就是和家里面人讲了，他们自己啊也闻不出来，也没有在意。但是一些年轻人啊，他就感觉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问我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能帮他们解决这个困扰。其实咱们说啊，人到老了以后啊，特别是老了以后，他这个饮食啊控制的还不好。还喜欢吃一些辛辣食物的，身上油脂特别大的这些老人啊，身上就容易产生这些老年味。老年味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代谢啊变慢了，一些废物杂质啊没有办法很好的排出来，这个时候啊散发出来的味道就是老年味。而且这个老年味啊，它非常的刺鼻。如果说你比如说再不爱干净一些啊，经常睡的这个被褥啊或者衣服啊不怎么更换，这个味道啊就会堆积在一起啊，变得
既难闻，而且还有一种厚厚的这种油脂的味道啊，就是非常的不好闻。所以在这里啊，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的身边或者是自己啊，感觉自己的油脂啊特别的重，那么我们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你的被套和你的身上穿的衣物啊，一定要勤换。一般来说，只要你能勤换这个被套和衣物，以及经常洗澡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的味道啊一般不会太重，即便有也是很轻微很淡的一个味道。因为老年味嘛，身上产出来这个味道是没有办法太好的完全的避免的。好，我们再说第二点。第二个，如果感觉这个淡淡的味道还是会影响到你，怎么办呢？好，我们再讲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也是非常有用的，就是你准备一瓶风油精，再准备一个小的那个喷壶然后把这个小的喷壶给它灌满一点这个水，里面滴2到3滴风油精，把这个盖子肘紧晃一晃，把它晃匀了。老年人洗完澡以后，你给他从脖子到身上给它喷一遍这样一喷下来，他这个身上的味道就直接没有了同时呢，你给他的这个衣服，对吧？洗完了以后或者是你的被套都可以给它喷一下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它就会很好的把身上的味道给它盖住，取而代之呢，老年人身上也会感觉清清爽爽的。因为由于风油精的一个特性他们身上的这个油脂的一个分泌也会被稍微的抑制住一些。所以呢，把2个方法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结合。这个呢，只是给大家的一个思路具体的，因为每个人家里面的情况不同，所以呢，大家可以从这个思路上面去参考去出发。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心脏上面的问题一直是全世界人都关注的问题。心脏的问题有2大特点。第一个，它的隐蔽性特别的好，比如像很多人他存在着这个房颤有早搏的这迹象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因为即便他去医院检查，可能当时心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遇到一些情绪上面的波动，这些问题马上就出来了。那么他心脏隐蔽性好。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问题一旦发生，它可能就是致命性的，就是一下子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非常严重的打击如果说你没有一定的手段去缓解，那么可能这个人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心脏上面的问题它是最难的点就是难以发现那么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去养护自己的心脏。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动作，这个动作不仅仅在关键的时候能够保住你，其次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养心护心，增加我们心脏的泵血能力。可以说你只要掌握了这个动作，就是随身随地的携带了一颗护心丸。好的，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了，我们现在来看动作。首先这个动作非常简单，你想要学会只要记住4个字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的合谷劳宫这2个地方联合在一起就是在我们手上的一个救心丸那么我把这个部分分为2个版本。第一个是日常养护增加阳气养我们的心脏的一个版本，第二个呢就是遇到紧急突发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去做，是一个应急的版本。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第一个就是养护我们的心血管，养护我们的心脏，我们一定要记住怎么样去把这2个穴位给它释放开来。先说我们的一个劳宫劳宫这里呢是位于我们的手掌中间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握拳的时候，你看这样握拳，那中指点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劳宫。那么大家记住这个点，记住这个点以后呢，我们怎么样去释放我们的劳宫呢？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按进去，用手按进去以后画圈就围绕这个点画圈，顺时针方向画圈。那么手在做的时候呢，因为我给大家演示，我手是绷紧的，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放在胸口然后呢手在这里画圈左右手都可以，做一只手就可以了这个动作它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养好我们的心脏，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压。我之前的视频给大家演示过，就是说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在测血压之前做做完了以后
做完这个动作再测一遍血压，你会发现你的血压就下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动作是一个很好的动作，我们只要按住我们的劳宫去转圈啊，大概在100下左右就可以了，每天都可以去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合谷啊，合谷这个点非常重要，它可以说是我们手上的一个生阳口。阳气是什么？阳气是生命之力。所以说，你要想要身体好、身体健康，那么每天就撞击我们的合谷啊。合谷怎么去撞击呢？你看手这样啊，像我这样歪在一起啊，把它歪过来，然后呢，把这个合谷穴啊，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暴露出来，然后你看撞在一起。每天这样去撞，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我们的大拇指啊，这个虎口啊，一定要夹紧，夹紧了以后手这样，你看这手一弯，然后呢把这个点暴露出来撞击，每天100下到200下啊。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手上发热啊，有一种气血往手上去冲的感觉。其实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口增加了我们的阳气，增加了我们心脏泵血的一个效率。同时呢，你只要做一做，有一些体寒的人还会发现做着做着额头后背啊就会渗出一些细雾一样的汗，这些汗就是把你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杂质啊给它排出来了。我们就这样每天200下啊，这2个动作是放在日常养护我们心脏、养护我们的心血管的。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应急的版本。比如说你突然一下子感觉你血压上来了，但是身上没带降压药，或者一下子感觉心脏特别的慌不舒服，嘴唇的颜色都变了，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啊，一个手我们用食指点住我们的劳宫，刚刚讲过它的位置在哪里了，另一个手你看直接是去掐住我们的合谷啊，你看这个姿势，直接把这个地方一按。按住了以后呢，就瞬间的就用很大的力把它用劲的往里面去掐啊！只要你的点找对，瞬间你的手上会整个一下子充满了这种酸麻的感觉啊！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下啊！你看，一做，然后你就会这个手上就会出现这种酸麻的感觉，它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心脏打了一个强心针啊！一下子你的心脏的跳动就会上来了，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就一下子会亢奋起来。所以我们就这样啊。一下这样去做啊，记住这2个点啊，把它掐在一起，大约30秒到1分钟的时间。你只要学会了这个动作，在关键的时候啊，可以帮助你很好的摆脱一些不好的烦恼。而且呢，我建议大家，你感觉这个动作好的、有用的，就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学会，并且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最亲密的人，让他们也能学会这个动作。那么在关键的时候啊，如果说你自己做不了的话，他们也会来帮你去把这个动作完成，帮助你解决、摆脱现在的一些困扰。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动作，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啊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并且把它收藏下来。感觉有用呢，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